怎么办呢？我给你拿。但不行啊，得发信息给你。那你发到我这个时候呢？我有2个手机啊。已经开始了。你没事，你把它切一下，然后发了之后你再那个。发给我了吗？发给你了，发给你了。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然后呢，今天特别我的好师弟，然后勋特意从伦敦来剑桥找我一起过生日，然后跟大家一起直播唠唠嗑。好想你。好香。然后刚才黑了。谢谢大家的祝福。昨天晚上那个看到今天早上一起来就看到同学里面在群里发说昨天晚上英国有极光，很漂亮。但是呢，因为今天早上我要起来跑步，对，跟大家一起训练，所以就是你看那个，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去看呀。对，今天晚上可以去看极光。这个极光是给你庆生的，特别好，而且跟我那个专辑的颜色特别像。曼陀罗。真的很紫红。为什么我这个黄黄的，你这个这么亮呢？好了，这样好了，是不是？我原来我屏幕没调亮。睡着了，因为今天要太早起了。我们的同学都是超人，然后9点上课，一般都5点起来，然后就开始去跑步，然后一跑就要10几公里。然后呢，之后我也会发这些，因为我都拍了一些视频，之后也会发到网上，然后对剪好了会发到网上。然后其实之前我不是在演唱会上说有个这个立了一个 flag 嘛，那个 flag 就是要完成1次马拉松的比赛，就是也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吧。之前也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够完成，所以一直也没有说，怕到时候这个牛吹出去了，结果完成不了就很尴尬。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我有。因为我是受到一个启发，就是最近认识一个女生朋友，然后她要集结世界上所有马拉松比赛的那个奖牌，就一个很小个1.6米不到的一个女生，然后在伦敦这边读书，我就觉得哇，就受到跟她一起健身啊，有受到启发，觉得很酷，很运动，很健康。对啊，你要不然也进来。我站着做。而且我觉得跑步是特别能够让人心里舒服的一个事情，可以忘掉当下的一些烦恼，然后呢，而且很健康，特别是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很好的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一路都会从市区跑到这个村里面，就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美。而且最近是英国。上周都很冷，然后最近你来的这段时间是英国最美的时候。我同学让我带羽绒服过来，对，结果因为上一周我们就穿羽绒服啊，然后因为你来的时候8号来的嘛，那样开始就是天气就很好，特别的舒服。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开演唱会嘛，也有说开演唱会需要特别的体力，所以跑步我觉得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对，而且持久力、耐力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我跑完那个半马以后，我觉得之前我跟他们比很菜的，我跟着他们哼哧，然后又跑不动，然后还好有同学陪着我一起。然后这次跑完半马以后呢，我就感觉哇，整个人就一下子就提升了很高很大一个段位，就跟他们比，然后就可以很游刃有余。你要水吗？
其实我去了每个城市，包括去香港啊、去马来、去新加坡，只要有时间的话，我都会去跑一次步。对，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然后读书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我这些同学们也非常的棒，他们都是不仅自己的工作很忙，然后呢课程其实也挺忙的，他们都会早上一帮人就约好了，风雨无阻，就是要早上起来跑步。哇！对，有人跟他一起跑，他同学们跟他一起跑。回头这是我们的新款 T 恤，回头送你，全留在英国。好的，我的睡衣都是穿的你的。下次再送你我们的真丝睡衣，新出的。素。背心真好看，默默。默默，他的蛋糕在这儿。对，然后现在很饿，因为为了要直播，没有跟大家一起去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吃那个吃午饭，我现在还没有吃午饭，所以我现在你的午饭在这儿、饿得发晕，饿得晕。你看我从伦敦带过来的锅，给他做长寿面。在吃这碗面之前，我先吃一口蛋糕，好不好？昨天还没有看到极光，今天约了正好勋也来了，然后跟勋一块儿我们守，然后我就提前跟他们说好了，明天不跑步了，今天要看极光，明天实在起不来了，昨天跑了16公里，今天早上跑了14公里，跑的我的脚，我一开始觉得我的脚尖怎么湿湿的，原来流血了，就是我一脱鞋，怎么的脚尖那里是有血。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去洗澡，我心想有破的地方肯定会刺痛嘛。我一洗澡嘛，也没有刺痛的地方。然后我看了看脚吧，也没有破，也不流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加时差呀，又劳累啊，所以而且英国又非常的干，英国干裂直接一整。可能把我的这个指甲盖儿或者什么东西干裂了，然后它跑着跑着它又好了，稍微流了一点干血。对呀、特意带了一个锅，然后做长寿面，不是你们提的建议吗？我就采取了呀。带了一个锅，然后大清早7点钟起来调了一个他最爱的四川酱，那会儿我们店里的。对，熏店里的东西好吃到爆炸，好吃的凶。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毕业了也经常去他那吃好吃的，特别好吃，在上海。现在还开吗？现在没有开了，关掉了。想在伦敦开。对，在伦敦开起来。请给大家看，猜好像就散。这昨天老师特意去找的，因为这边卖蛋糕的地方很少了，就找了个很修整很小的蛋糕。为了我问他有蜡烛吗？他说没有蜡烛，假装。对。许个愿。我们现在不在伦敦，我们在剑桥。刚刚有网友问。对，我们在剑桥。这次过来剑桥大学学习交流。而且这两天真的超级美。天气太好了，好的凶。而且这边它主要是房子都很低，然后一眼望过去全是绿色的感觉。吃一口。我开始去做面算了，直播做面。我先吃2口，栗子蛋糕是吧？栗子，你要不要来？不用你吃。我好想吃面，来了以后。I know。真的，昨天退而求其次去吃了泰国的粉，真的好想来一口中国的主食顶一下。太累了，这几天跑步跑得我累得发晕。看，这是我带的面条，还有那个调的酱。
正好今天中午没跟同学们一起去吃午饭。这个能不能？我要把它解除一下。你解除一下你的这个手机锁屏，好吧？1秒一关，1秒一关。Delicious。甜品怎么说？甜品怎么说 ？Cake 是蛋糕，甜品 dessert， 没错。对，运动完了，其实运动确实会加速衰老，但是就是运动完了一定要注意补水、休息。对，运动完了贴张面膜，对不对？这个在哪儿设置啊？显示与亮度，自动锁定，永不。OK。好吧。好了，我要做面了。他去做面，我跟大家聊。其实跑步，好可怕。这是谁？跑步对我来说，因为之前一直有跑5公里啊什么，但是10公里以上几乎我就没有跑过10公里以上，因为10公里以上就要到1个小时了，对我来说就有点吃力吧，我觉得是有点吃力。然后我们班有一个跑步的大神，他其实他跑全马可以跑进3个小时以内，2个小时50多分钟，所以就是业余里面可以说是专业了吧，已经是。所以我觉得上这个课程认识很多有趣的同学，然后同学之间也会带给你非常多的启发。我觉得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不仅仅是老师啊，你的同学之间的交流啊，然后他们的认知啊，他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一会儿糊一会儿清晰，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它是翻墙，可能不稳定导致的。对，3小时内的全马非常厉害。然后这次在苏州跑半马的时候，真的天气其实说实话，对于第一次跑半马来说，稍微有些恶劣，因为那天下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是毛毛细雨嘛，毛毛细雨完了以后，跑的时候其实还好，然后呢，刚跑我就把雨衣撕了，因为很闷，然后就跑，其实前面都还好，只是跑到最后18、19公里的时候，我那个兜里的吃的也没了，然后在补给站又忘了拿吃的，也没有带吃的，所以哇，18、19公里的时候饿得不行，因为我全程都没有吃东西，就是喝水，就是过补给站，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嘛，就喝一口水，然后就继续往前走，然后什么盐丸啊，然后那个什么的那个什么像那个能量的那个东西都装在兜里，然后都吃了。我记得吃那个什么电解质丸，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嘛，刚开始的时候，就打开那个包装啊，就是看那个包装就电解质丸，然后呢我就打开了，吃了，一整个倒进去以后呢，我说怎么没有味儿？我说他是不是得把它嚼碎了再吃啊？可能像糖一样的哈，嚼碎了再吃可能会比较有味儿。我一嚼，哇妈呀，齁咸，就它那个电解质盐丸，它是盐丸，就没有看清楚那个盐的那个字，然后就给我咸的，但是一咸就精神来，然后就又开始猛跑。我记得在15公里左右的时候吃的那个盐丸，猛跑以后，18、19公里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18、19公里的时候突然雨下得很大，然后其实我跑这个马拉松的全程，我的鞋都是湿的，就像就泡在水里的那种感觉，全程都是湿的。然后18、19公里的时候又饿又渴，然后呢又下大雨，我还路过了，看到一个路边的人，可能是帮忙拍照的人，我都问他求了一口水喝，要不然实在顶不住补给站了。
然后记得到了20公里，我记得没错的话，到20公里有个补给站以后，哇，直接炫了3个那个卷，那个叫什么卷呢？Later，Thank you。不用，应该是打扫的。然后炫了几个那个卷以后就有精神了，哇，最后1公里就跑得比较快。你们都很棒啊！我看了有留言说，报了那个5公里的跑步。其实我觉得就是，坚持锻炼，我觉得第一让自己心情舒畅，缓解压力。其实每个老师，心理老师他都会跟你说，适当的运动一定是，帮助缓解压力的，而且大大的降低得抑郁症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运动是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好的。对，一定要记得吃东西。其实是吃东西是有备无患，或者你兜里装1、2个，因为怕你跑到中途，可能前后都没有补给站的时候，你想吃的时候吃不到，又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难熬的。你想吧，又饿又累，然后呢，前面又看不到补给站，你就就是很难坚持，因为身体的原因嘛，需要糖分嘛。然后在香港跑步，你的面，烧起来了，哈，好的。大家看一下我的面。然后那个，在香港跑步的时候，其实也有很有趣的故事。因为在香港的时候，其实从深圳过去嘛，当时收行李的时候，小姨问我，她说那个要不要给你装跑步鞋？我说不用，我说我在深圳的时候已经跑得太凶了。这些同学都快把我跑晕了。你想想看，跑了一次10公里，跑了一次12公里，在深圳的时候，我说我累得不行了。我说去香港我不想跑步，我就想好好学习。结果到了香港以后呢，那个就深圳一起跑步的同学就太热情了。他说：“哎，跑不跑步啊？说来了香港对吧？读书他们一般都是跑完步再去上课，太拼了。”怎么这么拼？这些企业家太拼了，他都说跑完步再去上学。我说不跑了，我说我鞋都没有带，因为找个借口嘛，对吧？我说我鞋都没有带，我说不跑了。他说没关系，你没有带没关系，我给你去买一双。结果他那几天他要主持新生晚会，然后呢就很忙，要帮跟主持人对稿子啊什么的，就是时间非常的紧。他一下了课，就2话没说，冲到了跑鞋店。就说你要哪一双啊？我说啊，然后他就马上给我买了双跑鞋。那人家的一番好意，对不对？我们这个心又很软，一番好意买了跑鞋，那怎么可能不跑呢？那肯定得跑啊，对吧？我就去那个又去那个运动的专卖店里去买了2身衣服啊，2个帽子，去 shopping 了一下，然后买了。准备好了，对吧？因为跑步的衣服也没有带，所以就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以后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天晚上啊，第2天要跑的那天晚上，结果好会讲故事，忘定闹钟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住几号房，他们就去跑了，我就没跑。哎，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我心里。真是难受，我觉得哎呀，好亏欠大家呀，答应好的事情都没有做，然后我就那个，而且那天晚上我记得好像要直播，我记得没错的话，对，然后我就很难过，我还说不好意思啊，我说真的是忘记闹钟了。其实他们去跑了，他们本来是5点钟起，但我5点半我才醒，然后后来。他们就去跑了，然后到上课的时候我还不好意思，我说哎不好意思，我说明天我一定起来去跑。然后呢，我就后来还是觉得心里有愧疚，我说我补上。然后下午下了课，晚上不要直播嘛，下完课有一段时间我就去健身，然后健身了1个多小时，然后跑了大概5公里，我觉得心里舒服了，然后发给他们看，我说你的跑鞋用上了，然后跑了5公里，这样。
然后紧接着呢，到了第二天约定好了吧，这一次肯定不能放鸽子了。我说我是先把闹钟定好，群里的同学还说你定好闹钟了没有？我说直接先把闹钟定好，我说不可能，我绝对接起来。然后你知道吗？精彩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酒店隔音特别不好，就我就睡觉了，你知道吗？整宿，到了2点钟，对面就进门敲门开门，就在我的对门，进门敲门开门，就一晚上进出出。我说真的是不要睡觉的嘛。后来我好不容易我听了那个有声读物啊，听故事，明朝那些事儿，就是那个每次我真的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打开明朝那些事儿。欢迎大家收听明朝那些事儿，我王更新为您播讲。好不容易听的这个声音哈，熟悉的声音，睡着了。没想到4点多，就是我闹钟还没有响，隔壁又开始敲门，又开始进出，哇，给我气的！我说这不要睡觉的吗？我说隔壁哪有人这2点多睡，4点多又起来的？我就气，后来我就平静了自己的怒气，我就开始热身。我说心想那醒了吧，不睡了，那我提前起来热身吧，拉伸，因为本身这个膝盖就有伤嘛，我热身要比别人更充分一点。我就开始热身啊，这一个动呢，越想越气，还在进出，就这个门呢就还没有停过，我就气。然后我就因为隔音不好嘛，我就在我的房里，我就哒，我就敲了几下，而且真的是我说看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然后我就听，没过几秒钟就有人推门，然后又动。我说知道了吧，知道有多不隔音了吧，多吵了吧。我在我房间敲门，他都会那个推开门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人。然后后来我想想，我说然后我就准备出去跑了，跟同学会合了。然后我说要不要再恶作剧一下，再整一下哈。因为已经敲过一次了嘛。然后我就一推开门一看，结果知道吗？我一抬头傻了，对面贴的都是对联，人家结婚，隔壁结婚，瞬间我那个气就没有了。我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说只能说一句新婚快乐吧。然后你知道吗？真的是那个气一下子就被吵了整晚，然后没怎么睡，然后又要去跟同学跑步，整晚这些所有的气都消散了，只能跟他们送给这对新人一句祝福，新婚快乐。对，然后又去跟同学们跑了8公里，那给我累的吭哧。哎呀，讲了呀，这个故事讲得太长了，太长了，太会讲故事了，太长了这个故事，一整个会讲，爱讲。太累了，这个故事太长了，喝口水休息一下啊。喝水后来直播一下我的面。好了，友友们中场休息了啊，来直播面条了。太乱了吧桌子。没事儿。东西太多，小心，碰到。我看看啊，记得是要说什么内容呢？其实还有个故事，我跟我妈的故事，但我决定今天不讲了，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有点太多了，下次再跟我讲，跟大家聊我和我妈的故事。伦敦这次来还是我觉得很开心，游了剑桥河啊，然后感受了一个这个大学的氛围。它其实为什么叫剑桥呢 ？Cambridge， 它其实大学就是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大学。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分什么城市里
它没有一个校门，它没有任何一个校门，整个城市都是 Cambridge， 都是剑桥。然后你连接学校的 WiFi， 你可能走到大街上你就可以连上，就是它，就是这点很好，网络还是可以，比伦敦网络好多了。天，伦敦差死了。对，伦敦的网络真的是差到爆炸。然后由那个剑桥河，我同学跳进去了吗？他们很多就是你知道剑桥的学生，他们压力很大，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写完作业，学习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跳下去。哇塞，就知道吧？我们那个，然后就说就是他们也会介绍徐志摩嘛，从这出去，然后我们也会问康桥在哪儿，其实已经没有康桥了，好像已经被就是破坏了，然后重新建了，然后只有一个以前康桥所在的位置。我的同学就说了一句巨搞笑的话，因为河边就是游康桥的时候，游那个剑桥河的时候，是剑桥河吧？游那个河学校那个河的时候，就两岸因为天气特别好，两岸都是谈恋爱的学生，真的全是谈恋爱的学生，好羡慕呀！然后我那同学都说，怪不得徐志摩能写出这样的诗。他说看连鸭子都是一对一对的，对，鸭子在这儿都想谈恋爱。我刚来英国的时候也去了那个，就来的第一站就是剑桥，然后真的那天阳光特别好，就是阳光洒在那个湖面上，波光粼粼的，而且它还有很多柳树吹下来，然后你就完全理解徐志摩他写这个诗的那个意境了。哇，好吃的胸，哇，还有酱汁肉丝，还有面包，还有面对。太好吃了！没想到今天还有吃播的内容，好吃的胸，好吃的发胸，正宗的成都的面。哎，哇，勋爵做饭太好吃，哇 ，perfect。就没有肉末。不需要。昨天我就问他们，好想吃碗面，退而求其次，吃了粉。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剑桥看一下。看完剑桥之后，就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如果自己的小孩能够在这儿上学，是多么完美的一件事情。就贵，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教授给我们上学的时候，他们的教育就是他们最大的这个收入来源，整个剑桥，非常贵，很贵。哪儿的面？从伦敦带过来的，飞过来的。然后其实我们是其实不同的教育模式，国内的大学其实是难进，就因为我们的高考特别难进，但是国外的大学是难出，是毕业很难，就他们你进来可能比较容易，就你拿到 offer 可能比较容易，但是你想要从这儿毕业，因为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实在是。对，就很难。好吃的发晕。昨天跑了16公里，今天早上跑了14公里，整个跑了30公里。你又吃了一颗？糖啊？这是有疗效的喉糖，几个小时之内只能吃，要隔几个小时吃。你吃的太凶了，太要吃了。把它当那个，你以为当金嗓子喉宝呢？今天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一会儿晚上可能有极光，对，有极光，以及傍晚5、6点的时候10点半到1点，晚霞应该也很美。今天哦，能见度特别高，这2天全是这样，太美了。不够啊，去。这还有啊。没有泡烂吗？我喜欢吃硬一点。太会吃了。太好吃了，我很好养活的。我妈，她一般只做1顿饭，就是中餐可能就是做的好，丰盛一点，晚饭就是面条，永远的面条，要不就是炒粉。
有的时候有排面。笑死我去拿个纸巾。哇，太爽了！太舒服了。出来，我觉得在国外最难忍受的就是吃不到国内的美食，或者是没那么方便。没事，大勋在给我准备第2碗。喝点水，喝点水。小半碗。好了，没有酱汁，就这个。没酱汁？有啊，就是了。酱汁用完了。酱汁用完了。酱汁用完了。哇塞！面是带了很多，酱没带够。我本来想去买2个鸡蛋打2个蛋的，结果呢？然后我怕就是这个警报器会响，因为它需要有油。有。竟然没有酱汁了。哇！绝！一个字，绝！哎呀，好吃的发晕。我最擅长做的是宜宾燃面，我觉得我做燃面特别好吃。酱有点浓，有点咸了。因为在底部。有点咸了。可以了，做完了。第2碗也干完了。笑死。热干面、焖面、炒面都好吃。对，太好吃了。然后，大家新歌有听吗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听了。You have many Indian fans, do you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that. 我应该把 TikTok 给你打开了。Bali. So welcome to my live camera. 应该怎么说 ？Live camera。直播怎么说？就是 live camera, live。Hello everyone. Welcome. I hope you have a 怎么说？要想表达什么 You have a great moment in here. Live Instagram, live video. Let's talk about English. Do you have some English question? When will you return to China? 什么时候？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Can you hear you speak English? My Chinese is not good. Okay, sure. 他让你唱英文歌。唱英文歌？
没有这个直播，没有这个环节流程。小哲 ，When will you cut your hair？ Maybe soon. Cause when I running, long hair is 阻碍什么的 ，defend 防守的。阻碍什么？就是长发很阻碍我跑步。Long hair is no shoot for make me to run， 就让我不 no suit for， 对啊 no suit for 不太适合。对 no suit for long， 卡住了。What are you eating? Noodles, Chinese noodles. 然后下一首歌其实第二首歌也录完了，第一首歌太难唱了，我当时在录音室录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首歌怎么唱现场啊？实在有点太难了。然后，所以还得多加练习。我还没有想象我在现场能够唱这个歌的时候。对，然后第二首歌也录完了，第二首歌也非常的难唱。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现场怎么办呢？然后我的制作人就说，他说，我们再推自己一把，挑战一下自己，对吧？年轻的时候不挑战自己，什么时候挑战自己？ Keep your long hair until the Australia fan meeting. Okay. Maybe when I finish Australia fan meeting, I will cut my hair. Because it's too hot in China. Miss you so much. Yeah. I also miss you so much. 哎呦，会有星星出来。哎，怎么没了？他们点的吧？不是，我比心看到。好，我会发射。去年的愿望实现了吗？去年什么愿望？不记得了，去年的愿望。Could you share some interesting story between you and your mom? Wow, that's a long story. 你可以把你的那些同时全部翻译成英文版本啊，发在那个 YouTube 上。什么东西？就你做那些东西视频啊。都有英文版本。今年再许一个愿望。我看那个。你今年的愿望是什么？我其实不会许太具体的愿望，我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然后保持好，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心理很健康，然后你的身体很健康，这样你才有精力去做很多事情，可以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了解不同的文化。因为确实，你到了很多地方以后，你就会了解，很多不同的文化，对，然后去接纳别人，包容度。然后今天我在课堂上学了一个单词，就是一个就是 design 就是设计课。design， 然后老师说了一个，他说你要有个 empathy 就是同理心。他说你只有跟别人有同样的同理心，站在别人角度，可能站在各种不同的人群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你才能够做更好的产品。对。That means you will be an actor again after your haircut have haircut. Yeah.
现在吃的 empathy，yes empathy。说的隐私很卡，这边很清晰，说那边很黄。这是人数呗？是吧？你是因为有这个膜的原因是不是？他说很黄的是。很黄，不是，是我这个光感跟这个好像就不一样。是，它这个一会儿亮一会儿。越南有个新剧。好热，吃热了。啊，空调我给关了，回去开个空调。哦，我的腰，拉伤。要看这个吗？对，看一眼。然后其实那天，这个我觉得都可以不用说这个。然后非常感谢粉丝宝宝们啊，因为上一张专辑的销量非常好，然后被认证的白金专辑都是你们的努力。然后呢，曼陀罗也上了，大家有没有去然后我也是希望，这次也是准备了一本没有发过的写真册放在里面，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争取在第3张专辑的时候放那种自己的小卡吧。然后前几天跟团队还在开会啊，希望能够早一些拿到实体专辑，然后在澳洲见面会的时候可以作为奖品抽给大家。什么时候欧洲见面会啊？不是欧洲，澳洲。澳洲。7月底。对，可以啊，澳洲一起玩。开票了吗？还没有。开票了。那大家去买哦。然后，下个工作就是5月份的接收到 Hito 的电台的邀请去演出，会唱几首歌。猜会唱几首歌？他们因为是大家都要表演嘛，所以会有一个时长。对，应该是会唱3首歌，然后也是在英国的时候要练习一下。对，虽然没有这个 band 跟我一起练习，但我自己也得练习一下。希望大家可以能去小巨蛋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享受那个晚上，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其实 Can You Hear Me 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就还没上线的时候，我就很迫不及待的给我一些我认为就是比较懂音乐的朋友听。我说这首歌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做了一首自己会觉得很突破、很创新，然后就自己也会觉得看看，希望得到一些你认为就是说在音乐方面比较有鉴赏能力的朋友的肯定，也给他们听了，他们都觉得很不错，然后也没有听过类似的，对，在华语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断的 creative， 就是创造很重要，创新创意，这个是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而且是激励我们可以去一直向前，一直努力，然后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多去出去走走，可能一花一草一木，可能来了剑桥，看到了这些朝气蓬勃的这些读书的这些年轻人想起自己以前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的脸上带的那种活力，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很有动力去
而且就是很多这边人，他们喜欢在公园里边，然后拿一本书，然后一个人自己就在那儿待一下午就看书。是，对，特别酷。就是而且我还经常能看到几个那种镜头，就是他们有很多窗户嘛，他们那种小咖啡厅，对，然后人家就坐在那看个窗户，然后你虽然是无意中的经过，但是你从那个地方看到一个人，不管男生女生啊，就一本书摊在那，一杯咖啡，然后他就坐在静静读，就是很像美的像画一样。就是他们，我感觉哈，就是像我跟我外国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是比较远离手机的，就是电子东西，他就像我们可能对手机的依赖就比较多一点。是，没有手机根本就没办法，就没有电了，就是导致你会很慌。是。他们吃饭，他们一般手机都不会拿出来，然后整个饭局吃完之后才开始。Can you hear me where the idea come from？ 其实，Can you hear me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当时其实就想，当时是有这个先有这个 idea， 就是说我跟我制作人聊，我说我想，因为其实越简单的歌词，越体验这个编曲啊、制作啊，包括唱功啊等等一系列你背后所有的东西的呈现，所以当时就是决定了要做只有一句歌词的歌，然后这句歌词呢，后来我就一直在想应该用什么哪一句嘛，然后后来就是最后决定 Can you hear me， 然后跟我的想法，你看像 Find Your Voice 啊 Find Your Voice， 对啊，就是大概的感觉，就我觉得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对，没有人可以决定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其实也有的时候是要让世界外面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可以是说要让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要有的时候是要向外寻找，有的时候向内寻找。其实这都是，就是我们要经常去自省啊，经常去看世界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吧。然后 can， 它是一个词 ，can you 又是一个词 ，can you hear 也是一个词 ，can you hear me， 所以它其实有这本身这个词拆分开来，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对 ，can you hear？ 你听到什么？有可能不是我，有可能是世界万物的声音，有可能是来自这个空灵的世界、天地之间的声音。can， 能吗？你可以吗？我可以吗？大家可以吗 ？Can you？ 你能吗？你能不能？我能不能？所以就是这短短的可能这句话，然后其实我一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就是之前看的那本书叫《坟场之书》。对，其实那本书给我的，因为他的一个创意啊，他包括他想表达的东西，其实给我这句话的唱的时候，我就在想书里的一些内容。对，其实也不要去局限自己的想象力啊。就是而且其实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我们去扫墓哈，我们说的人的鬼的这个说法或者什么东西，哎呀，怎么的，但是他们这边扫墓就是你看，经常电影里就是他们就带了一瓶酒，就坐在那个墓地去跟他逝去的亲人去聊天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们认为是这个墓地就是埋了他们最亲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是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我们好像扫墓是为了，好像让逝去的亲人就是有烧点东西给他们，有吃有喝有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边就是说，我想，来看看你，然后最近有什么好不好啊？然后跟他聊聊天，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是能够听见的，所以就是，有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灵感吧，然后一些灵感就是做这首歌。对，他们的目的像公园，因为很多人会去那边玩呀什么的，带去野餐。
在墓地，对，他们就是一个在一个公园里，然后都会去没事儿，他们就会去转一转，而且他们都建到市中心，好像很中心的地方。对，还会去上面蹦迪，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会带个音响，然后去那边。好了，因为差不多一会儿我要去上课了，所以一会儿等会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饭也吃了，天也聊了，然后很开心，I'm so happy，many people with us to celebrate my birthday, so I'm very appreciate that. I hope everyone have a beautiful day, and your dream will become true. Thank you. 拜拜。对，照顾好自己哦，大家都要照顾好自己啊。拜拜拜，下次见喽。